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妮卡，我来自中国，我住在安徽省合肥市。今天我们聊两个快餐店品牌，肯德基和麦当劳。这两家店在很多国家都有。那在中国，肯德基和麦当劳谁更受欢迎？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麦当劳在全球很有名，肯定是麦当劳更受欢迎吧？但答案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找找吧。从全世界来说，麦当劳确实是第一名。2024年，麦当劳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一共有超过4万家的门店，而肯德基大概是2万多家，比麦当劳少了差不多一半。所以在全世界来对比，麦当劳的门店更多，也更受欢迎。但是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有自己的规则，先来后到在这里很重要。肯德基比麦当劳早3年进入中国，就是这3年让肯德基在中国发展得很快。为什么这3年这么重要？因为在30多年前的中国，中国人对外国食物还很陌生，不太知道外国食物是什么，所以谁先出现，我们就先记住谁。这就像我们认识新朋友，第一个和你打招呼、和你聊天的人，你肯定会记得很清楚，对吧？现在我们把时间倒回1987年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，这一年是普通的一年，但对于中国餐饮来说，这是特别的一年，因为在这一年，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开业了，就在北京最中心、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，离天安门广场很近。王府井大街是北京最重要、历史最久的商业街之一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每天呀，都会有全国各地的人到那儿去逛街购物。而且那时候的王府井大街，主要呢是卖传统的东西，比如丝绸、茶叶等等。突然有一家卖炸鸡、汉堡的外国餐厅，一下子就得到了大家的注意。这家肯德基开业那天9点才开门，但是早晨6点多就有人在餐厅门口排队了。到了开门的时候，排的队伍已经绕了餐厅2圈，有几百米长。很多人都是外地的，就为了尝一尝外国餐厅是什么味道。那时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肯德基绝对不是快餐，而是一个高级餐厅，也就是很贵的餐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中国人收入不高，平时吃饭都是在家里做，或者去小餐厅。这在当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少见的、很新的东西，所以年轻人会把这里当成约会的地方。对，他们去肯德基约会，男生带女生去肯德基吃一顿，绝对是很有面子的，很浪漫的事儿。比较有钱的爸爸妈妈，如果高兴，也会把孩子带去肯德基过生日。很多的小朋友的愿望就是去过生日吃肯德基。
那个时候的肯德基里有很多拍照的人，像一个很有名的景点。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肯德基对中国人来说是高级餐厅呢？那时候城市里的中国人平均月薪大约是70元人民币，而当时吃一顿肯德基要多少钱呢？一个汉堡9元，一份鸡块6元，一杯可乐3元。如果2个人去吃一顿，点2个汉堡、一份鸡块、2杯可乐，需要大概30元，大约等于一个中国人半个月的工资。所以在当时，很多家庭都是存了很久的钱，才敢带孩子去一次。肯德基在中国开了3年之后，麦当劳才来到中国。1990年，中国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。那时候的深圳有很多外国人和做生意的人，所以麦当劳选择在这里开设中国的第一家店。当中国的第一家麦当劳开业的时候，中国人已经通过肯德基知道了汉堡、炸鸡、可乐的味道，所以麦当劳并没有像肯德基那样带来第一次的惊喜。而且当时肯德基已经在全中国开分店，除了北京之外，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也慢慢开了肯德基餐厅。而麦当劳直到1992年才在北京开了中国的第2家店，开店速度比肯德基慢了很多。麦当劳更强调自己的美国文化，菜单上的食物和美国的差不多，而肯德基已经开始尝试为中国人做一些改变。比如肯德基的菜单里有蔬菜，因为中国人爱吃蔬菜的习惯，这也让肯德基在当时更受中国人的欢迎。中国人觉得早餐很重要，而且喜欢吃热的食物，比如粥、豆浆、油条、包子等等。肯德基和麦当劳一开始呢，在中国卖的早餐和在国外一样，比如面包、汉堡、咖啡，但是卖的并不好。后来他们发现中国人早上不喜欢吃这些，于是就开始试着卖中国的早餐。肯德基是最早这么做的。2002年，肯德基推出了自己的中式早餐，第一个产品就是粥和豆浆。这2个产品一推出，很多人喜欢。很多上班的人早上没有时间在家里做早餐，就会去肯德基买一碗粥和一杯豆浆，既方便又符合自己的口味。看到肯德基的中式早餐卖得这么好，2004年，麦当劳推出了自己的中式早餐，比如菜肉粥、豆浆等等，但是没有肯德基卖得好。肯德基不断地推出符合中国人口味的新产品，其中最成功、最好的一个例子，就是模仿北京烤鸭卷饼，推出了老北京鸡肉卷，把鸡肉、黄瓜、葱包在一个薄薄的面饼里面，然后做成老北京鸡肉卷。这个东西吃起来有点像北京的烤鸭卷饼。这个产品一推出就立刻火了起来，直到现在还是很受欢迎。
很多中国人会觉得肯德基更懂中国人的口味，也更愿意去肯德基吃饭。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在中国，谁更受欢迎？从门店的数量来看，肯德基更多。而且，当我们问中国人，你吃肯德基多还是麦当劳多？大多数人会说肯德基，因为肯德基来得早，有更多的中式的食物，也更容易找到。不过，麦当劳也很受欢迎，尤其是年轻人喜欢。很多小朋友还是很喜欢麦当劳的开心乐园餐，因为里面有玩具。下次你们来到中国，都可以试一试肯德基和麦当劳，然后告诉我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在你的国家，麦当劳和肯德基哪个更受欢迎呢？为什么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拜拜。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？如果你喜欢，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。我们的网站有更多的视频，有各种各样的话题。我们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，还有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老师。我们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系列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故事，你可以看到经典的故事，你也可以看到哲学、文化等等等等。在我们的视频下面，你可以看到文本。我们的视频还有 KTV 的功能。我们给你准备了简体字、繁体字、拼音。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，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查询。如果你很喜欢某个视频，你可以下载音频，然后听很多遍。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记录你的听力时间。好，希望你快去我们的网站去看更多的视频。